这是一张世界地图，每年全世界一半的胃癌患者都来自中日韩这个小圈圈。在胃癌发病率上，韩国人一骑绝尘，一直保持世界第一。2018年，每10万韩国人中有约40人新发胃癌，是中国的2倍。日本紧随其后，胃癌发病率比中国高，也是美国的6.7倍。而中国因为人口庞大，胃癌发病总人数远超我们的难兄难弟日韩，成为世界第一胃癌大国。2018年，约有45.6万中国人确诊胃癌，同年还有约39万中国人死于胃癌。胃癌为什么偏爱东亚人，特别是中国人？胃癌的风险因素，很多人早就听腻了，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胃癌有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就藏在你甚至东亚人的饮食习惯里。韩国国立癌症中心曾利用美国加州亚裔的癌症数据，发现了东亚人胃癌高发的秘密。1988年到2007年，洛杉矶的中国移民不论男女，胃癌的发病率都比同时期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低了1半多。作者猜测原因之一就是移民后的中国人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他们的美食高盐食物。再举个例子，日本。上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现，夏威夷的日本移民胃癌发病率和当地白人差不多，却比日本癌症高发地区低很多。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原来高盐的饮食习惯，这让他们更容易远离胃癌。高盐食物本身不是胃癌的罪魁祸首，但它们会破坏你的胃黏膜，让致癌物更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很多人都知道，像腊肉、烧烤这样的高盐食物里都有一种臭名昭著的致癌物亚硝酸盐。中国人是泡在盐罐子里长大的，在过去40年间，中国所有年龄段人群平均盐摄入量持续在每天10克以上，高于推荐量的2倍还多。更不用说有些人疫情抢的盐，可能10年都吃不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健康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四川人爱吃的火锅，云南人爱吃的火腿，安徽人爱吃的臭鳜鱼都是经典的高盐美食。福建沿海地区人民还有一种独家的调味品鱼露，这种拿鱼虾下脚料加盐暴晒熬炼做出来的调味品也是高盐炸弹。尤其是福建地区人民炒菜熬汤都离不开味道鲜美的鱼露。广东人如果真的吃福建人，盐摄入量就更超标了。2014年，福建省的胃癌发病率比全国水平高出了 23.11%。无独有偶，2016年，胃癌癌症负担全国第一的青海省也有很多烧烤、腌制的美食。而高盐饮食也是日本、韩国胃癌发病率居高不下的潜在风险因素之一。日本人在吃盐上不甘示弱，日本人最爱的拉面，只要多喝2口汤，一天的盐分摄入很可能就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了。其实，盐和醋、糖一样是很好的防腐剂，尤其是在没有冰箱、食物匮乏的饥荒时代。只不过到了今天，高盐食物依然美味，但有点不那么健康了。あんたね、高血圧になるわよ、おばあちゃんみたいに。当然，吃进去的除了高盐食物这种看得见的致癌物，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比如幽门螺旋杆菌。这种长得像蝌蚪的细菌是唯一能在人类胃强酸环境下顽强生存的细菌。你体检时让你猛吹的碳13尿素呼气试验，就是为了检测幽门螺旋杆菌。它能够分泌尿素酶，破坏保护胃黏膜的黏膜屏障。中国人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非常高，接近50%。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途径一般为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并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就一定会发展成胃癌。其实约有8-9成的感染者一辈子也没有什么症状，也就是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但有一部分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后，可能会得急性胃炎、慢性胃炎，然后发展到慢性萎缩性胃炎，接着出现轻、中、重的肠皮化生等过程，再慢慢演变成胃癌。所以幽门螺旋杆菌只是胃癌的始发因素之一。最终2%到3%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可能会发展成胃恶性肿瘤。当然，不管是高盐食物还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都不是胃癌的单一决定因素。胃癌的爆发往往都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但很遗憾，让有些人放弃高盐食物，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就好像韩国人有了冰箱，还要把泡菜放到冰箱里一样。